后，袁世凯来了。李中堂过世了，袁世凯，你记着，李中堂正式举荐了你。好好当你的差去吧。那狗日的袁世凯，就只管太后，我们这里狗窝都不如。算了算了，忍着点，反正一会儿也就到了。去！大人，那个就是祁红金，砍树的那个。 袁大人，刚才站台上演奏的什么曲子啊？大人，这可不能说，这是马赛曲，法国共和革命后的国歌。这曲子就是洋人的《春江花月夜》。袁大人真懂洋务。那是，就是。杰大人，离永定门火车站还有10公里，再快一点！不行，再慢点儿！杰大人，到底是快点还是慢点啊？差不多。 再快点儿！
咱到家了。你们都起来吧。谢太后。太后该死，奴才罪该万死，臣罪该万死。我呀，不是怪罪你们，都起来吧，起来吧，都起来吧。唉，这1年多呀，咱们娘俩是九死一生，总算是回到咱们这个家了。你们也都看见了，咱们这个家成了什么样了？荣禄病了，这会儿不在这儿，可我在路上的时候就说了，家败了不要紧，咱们可以再建起来。怕就怕呀，不长记性，挨了打，毁了家，可还是个败家子儿。我跟皇上这次回銮还算得体面，这里边啊，你们都有功劳。袁世凯很卖力气，差事办得最好。我呢，就是爱个脸面。谁要是给我长脸呢，我就喜欢谁；谁要是让我没脸呢，我就让谁没命。袁世凯，臣在。你过来。曲鸿基，臣在。你这就拟一道旨意，让袁世凯正式接了李鸿章的班。臣领旨。袁世凯，臣在。这回我也看出来了，你对洋务还是熟悉的。这洋人逼着咱们把总署改成外务部，虽说是我依了他们，可是一匡，奴才在。名字可以改，可大清的尊严改不得，你可听明白了？奴才明白。你不明白。这次议和是你主持，你让洋人逼着朝廷，杀了多少官员，赔了多少银子？你说，你这差事办得怎么样？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！你早就该死！
虽说是没有功劳吧，可还是有点苦劳。这么着吧，这外务部呢，你再管些日子。袁世凯，臣在。你帮着一匡一块儿管。这洋务嘛，事儿是要办，可你们的一颗心，还得向着咱们大清。袁世凯，你可别弄颠倒了。太后就是大清，大清就是太后。微臣的一颗心，永远向着太后。好，你们都听见了吧？这话才可我的心。你们两个都起来吧。岑春轩来了吗？臣在。你起来，起来。你们还都不认识他呢吧？我呀，是想起了刚离京那会子的事儿来了。那时候啊，给八国联军追着，我和皇上只能睡在破庙里，这天天做噩梦，梦见联军追杀我们娘儿俩。哎，这一宿给吓得惊醒好几回呀。去，给皇上拿点吃的来。那回呢，又是被惊醒了。那都深夜了，我就听见啊，庙门外有一个声音说：“太后勿惊，微臣在此护驾。”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就是他呀，岑春轩呐。岑春轩，是。你那时候还是陕西布政使呢吧？是。你们都听见了吧？一个管钱粮的，远在大西北，奔波几千里地找到我和皇上，又是几千里一路护持着我们娘儿俩呀，到了行在。我不是说你们不忠啊，就像岑春轩这份护主的心，你们是谁都比不过呀。今儿个我也不怕你们笑话我。岑春轩，臣在。你要个什么差事，你自个儿说。臣什么都不要。岑春轩，这机会我今儿个可是给了你了。今日我大清百废待兴，急需整顿，整顿政务，整顿实业，尤其是要整顿吏治。臣没有别的本事，只想为太后当一条把门的恶狗。好一条恶狗！岑春轩，你起来，起来！谢太后。
皇上歇着去吧，是。就不用回瀛台了吧？儿臣在瀛台住习惯了。那也吃了再走吧。谢秦爸爸，儿臣不饿。皇上，待会儿奴才派几个人来，把这小楼好好收拾收拾。不必了，别的地方朕管不了，这儿朕还能做得了主。留着这残败之际吧，为朕上下警惕之资。那，就把您这小褂给换下来，奴才回去孝敬一件新的。朕从陕西一路走来，这件小褂好几个月没换洗了，它跟朕相依为命，留个念想吧。李阿达，凡是跟朕荣辱与共的，朕都忘不了他。奴才明白。都坐吧。谢太后。你们都是陪我回家的，既是回了家，这一家人这顿团圆饭总是要吃的，大家吃吧，吃吧。谢太后赐膳。要说呢，是我赐膳给你们。坐下，坐下。谢太后。其实呢，这御膳都是你们千里迢迢送来的东西做的。小德子，我没说错吧？确是他们孝敬太后的。这口粮是谁送来的？禀太后，是臣背来的。背来的？你怎么不雇个车呀？禀太后，城里的车全让洋鬼子抢光了。你背了多少里地呀？1100里。小德子，奴才在。你记着，把我回銮坐的那辆车赏给他。这。往后你再进北京，我准你坐我赏给你的车子，进着紫禁城。谢太后赐车。你看，这吃饭成了一苦了。好了，咱不说这个，坐下吧。要说呢，咱也说点子高兴的事儿。哈哈，我听说这鸡是一个藩台抓来的，是哪一位啊？啊，是微臣。你是怎么抓的呀？这只鸡呀，我搜了5个村子才搜到啊！我就当宝贝似的养着它，就等着孝敬太后呢。可是，一不小心它给跑了。哎呦，我这追呀，从这儿追到那儿，又从这儿追到那儿，追到一个洞里头，我就掏啊，掏了半天。哎呦，你看，结果怎么样啊？掏了一手鸡屎。既是这样，那这只鸡就应该赏给你了。谢太后。小德子，穿御膳房，这辈子再不要给我做鸡吃。这。你是那个洋人吧？
魏城节度地是袁世凯大人委任的洋务官员，为太后驾驭火车。那火车是你开的？是。奕匡，奴才在。你还管着外务部，你替我想着，回头赏赐他一个双宝星的子爵。是。谢太后封爵，微臣誓死效忠大清，效忠太后。快起来，起来，快起来！谢太后，你们都听到了吧？啊，都听到了吧？都听到了吧？这洋人也会效忠我大清啊！袁世凯，臣在。啊，给这个，哦，这个杨司机诰封爵位的仪式，要办得热热闹闹的，就在洋人的使馆区里办。我要让洋人们都知道，凡是为我大清效力的，我不会亏待他们。臣遵旨。坐。谢太后。嗨呀，你看看，这吃饭都开成御前会议了。好，吃饭啊，吃。你说，太后心中的魁阁会是奕匡？不，这绝不可能。太后已经说过了，说了2次。说了？什么时候说的？就在今天御前会议和赏善之时。我没听见。不，你听见了。第一次，太后说：“奕匡啊，这外务部的事，现今交给你了。现今2字，先交给奕匡。这往后呢？”太后对奕匡还有后旨。要那么说，还真有那么回事儿。可怎么会选奕匡呢？选谁都比他强。比如说呢？比如说，小唇王载沣，论亲戚，太后是他姨妈；论学问，奕匡那个糊涂蛋能比得了吗？载沣太年轻，太嫩，担任魁阁，本朝无此先例。可太后经常让他参加御前会议，那是为了历练他。眼下没有别的意思。那也不能是奕匡，这家伙太贪。贪会是个问题？怎么不算问题啊？除非太后让朱由糊了心，弄个大贪官来担纲中书魁阁，这让洋人看我们大清朝算个什么东西？要这么说，还是个道理。要整肃吏治，搞不搞大动作，太后原是要看大局。国破山河在，今后怎么办？太后爱面子，最急的是大清得有个新气象。也说不定太后真想换一副新面孔，做个样子给洋人看。原本就应该如此。如此说来，尚有机可乘。可突破口在哪儿呢？我上个折子，太后一发怒，还不抽了奕匡的家。到了那会儿，什么证据都有了。捉贼捉赃还得有个证据，更何况是太后重用的中书魁阁，这可能2字丢不得。对这种人，或者不理睬他，或者出手置其于死地，否则打不死，倒打出冤家来，咱们就没有善终了。
那你说，咱打还是不打？打。可仅以贪污论，咱打不死他。他毕竟是个皇族。这里头的关键是出手必胜。咱能吗？能，因为咱们有杀手锏。是什么？就是您岑大人。我？对，御前会议上，太后让你自选差事，这是亘古以来最大的荣宠。我看，你现在可以选个差事了。要哪个？巡抚广东。广东？自我入主中书，看过许多密档，发现与奕匡关系最密切的是广东海关总办周荣耀。海关之差隶属洋务，自太后西狩，洋务一直把持在奕匡手中。周荣耀本是个巨贪，外号周半城，就是说他的家产抵得过半个广州城。但对他的举报都被奕匡压住，归入密档，故而他人不知啊。奕匡要不拿周荣耀的银子，他绝不会那么做。但咱们需要拿到他的确凿证据。我明天进宫请懿旨。上茶。端过来，擦，赶紧擦。魏婷啊，这不是你干的活。中堂大人，世凯知道这世界上有多种恩情，有父母之恩，做儿女的必须回报；还有手足之情，这做兄弟的可以偿还。可有一种恩情，无论做什么，都难以为报。它比山高，比海深，那就是中堂大人对世凯的恩情。若是没有中堂大人，小寨、戊戌，世凯的脑袋早就掉来狼灰了，哪里还有今天？感情、恩情，山啊，海呀，这是娘们们说的话。哪儿来的那么多的情谊呀？中堂还是不信世凯的这颗心。我该信吗？你这次来京是想赶紧改换门庭？中堂大人，世凯这次来京城，哪儿都没去，先到中堂大人府上拜访。那是你还不知道啊，谁要接我的班，也许你知道，可你还不托底儿，所以就先来敲我的门。
中堂大人，世凯可是您举荐的人呐。还有李中堂，你不是李中堂的人，也不是我的人。那中堂说嘛，世凯到底是谁的人？但愿你是朝廷的人。既然如此，中堂大人要改变主意，还来得及。魏廷，你心里清楚，我不会改主意。就是太后，我想也清楚，找一个德才双全的人难呐。你是有才干的。来，中堂大人，快好起来吧！世凯，世凯永远跟着你。去吧，去庆王府吧。中堂，中堂大人。走吧，走吧，记住，庆王爷爱银子。滚！滚！哥，哦，你先呐，你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哎，哥，哎，修车呢？啊，哥，那怎么搞的？我呀，刚才路过家门口的时候，看见牛栏里面怎么就剩下几头牛了呢？这牧场都没了，还哪来的牛啊？哎呦，嫂子，那怎么搞的？办学堂要用钱，打仗要用钱，办了学堂又打仗，还要用钱。你把你哥当什么了？摇钱树啊？闭嘴！妇道人家，你懂什么？我不懂，你懂，你们俩懂。嫂子，我看你们俩怎么过这个关。嫂子，嫂子，都是我不好，